我最近在家琢磨1000层蛋糕到底能不能做1000层。我找了个教程一顿神算，发现只要厨房举架够高，这事儿没啥难。但是当我干上之后，我发现我少算了一个变量，就是能力。我看那老师1分钟能烙好几张饼，但我们2分钟只能烙出3张饼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不吃不喝不尿尿，光烙饼皮就得30个小时，要全做完就得50个小时不合眼，那还吃啥蛋糕啊？那不他妈直接吃席了吗？后来就决定干到明天早上新突突，看看到底能干出多少层。完干的着急，就决定不夹馅了。我们给榴莲都吃了，好家伙，第3天打嗝还反味呢。然后分了2个转台抹奶油，寻最后再合一起，这样能快点。他俩干的吧，还像那么回事儿，但我俩干这个怎么看怎么跟小胖连线啊！这也就是自己家吃，这要出去卖去，别说给钱了，都能给我2个大逼斗。后来我俩实在不招人待见，就打奶油去了，打了一宿，越打越上头，早上胳膊都不一边粗了。当时直播间还有人计时呢，打一盒奶油大概30分钟，我弟都看懵了。他说别人打奶油用的都是大臂发力，咱家不是啊，咱家全靠2臂。完干到2天，我们同学扛不住了，他走了，我们又干了4、5个小时，干到早上8点多，真干不动了，就感觉已经形成质量守恒了。这个蛋糕每增加1层啊，可能对应着我们的寿命就要减少1年了。最后这俩加起来也就将近400层，干了20个小时才干这么高。我最开始居然还考虑过举架不够怎么办，我可真幽默。我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善意就是没把他俩合起来，这玩意儿你说不切开谁能分清它是地雷还是千层？不过我算了一下，要准备的好，2天1宿是完全有可能干出一个真正的1000层蛋糕。我打算缓1个月再挑战一次，但最近肯定是不可能了。这点玩意儿打包了30多盒，我们吃了2天，第3天这个奶油味和榴莲味一起反上来的，我太让人纯粹了。我最近发现红糖居然是甘蔗做的，我寻思这要在家也能做，那每个月就不怕肚子疼了。正好这几个老嫂子快到日子了，我今天买了200斤甘蔗。第一件事还是先上秤，但他竟然少给了我25斤。这张纸记录了善与恶呀！你就说这种卖家，他怎么让我在这迷人的互联网里继续投入真感情？然后给甘蔗搓个大枣，就准备给他蜕皮了。可能是最近总跟热带水果打交道的事，我们从来没干过这活，但是削皮却异常的熟练。削完这层皮，里边其实还有一层皮是耽误榨汁的，但这层用刀就不好削了，就只能用胖了。削了皮的甘蔗，先用锯给它拉断，然后用插菜板给它插成细蓉，这样等会儿好取汁儿。但是速度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们4个加起来1个小时就能插出40-50根。我一看这不行啊，这不又奔天亮去了吗？必须得用点科技手段了。然后我就点了个外卖，我又买了5个叉子，我看粗一点的能不能快点。今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？3点10分的时候，我们准时撂蹶了，剩那几根说啥也不干了，胳膊都麻了。我连夜把那个良心卖家的差评都改成好评了，而且这盆里的东西，我现在有点不能直视。这一捧拿起来，像不像把肉松和椰蓉放一起了？甘蔗和姜汁啊，正好这么一大锅。我现在都有经验了，这一锅最少6小时。然后想起熬1样子油的事儿，给我点启发。我这回先把明天早上的晚饭做出来，而且我看看这个红糖能不能抵得住海鲜的寒性。这锅糖水啊，熬了5个小时就很浓稠了，然后就生给它搅成太妃糖，这样就可以装模具了。后来冷却了，它居然真的变成红糖块了。这一大块看着多踏实，那老母牛肚子疼也够喝了。然后锅里还剩点嘎巴，赶紧盛出来给老嫂尝尝。但此时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，因为我熬的时候只放了甘蔗汁和姜汁，那是不是说以后肚子疼的时候可以直接吃甘蔗呢？我最近换季老咳嗽，就想买点秋梨膏喝，但是外面卖的也不知道成分纯不纯，所以我索性买了450斤砀山酥梨。我打算自己在家熬点秋梨膏。但是梨这个东西吧，它属于是寒性水果。我看到一个做法是把梨先削皮炒熟，然后再放到一起炖，这样就能去寒了。好家伙，这些梨削皮插丝干了10来个小时，都要给我们累麻了。我心说，要是这么折腾完了还不能去寒的话，那我只能在炖的时候放上2斤羊肉了。然后煮梨肉的时候，我还放了点大枣、生姜、罗汉果。但是接下来有个很费人的事儿，就是要给这些煮熟的果肉滤汁儿。那挤汁儿的时候，我们老卖力了，挤出来的果渣比我拉都干。后来给那手爪都拧成鸡爪了，动2下就开始抽抽。一共挤出1桶半的汁儿，不知道最后熬完膏能不能剩下半桶。然后这玩意儿煮的时候还得全程有人看着，要不然说不准哪下就偷摸自己扑锅了。所以我们快速制定了一个值班表，并且把双人床也安上了。我真是没想到熬一个小小的秋梨膏又他妈在家打上精了。然后为了增强秋梨膏的止咳效果，我还放了点川贝母。这玩意儿我一共才买了3两多，却花了我将近4000元呢。这换算下来比我命都值钱。就现在这个秋梨膏的成本呢，那别说咳嗽了，我估计我咳血都不一定能舍得喝。所以最后熬的时候我们都要吓死了，就生怕它糊了，稍微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就立马换锅。
整整熬了17个小时，1分钟没合眼，就一直在那不停的搅。那给水熬没之前，差点先给我熬没了。最后450斤梨没加任何水和糖，熬出了41斤秋梨膏，合来1斤成本掉150块钱了。但这绝对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熬秋梨膏了，这玩意儿实在太费人了。就这么说吧，第一天洗梨的时候，我看起来还人模狗样的呢。等做完所有东西之后啊，我靠，我爸看见我都得叫我一声大哥。我最近突然爱上了费列罗，但是这一小盒在超市就卖7、80，吃个2、3盒就有点爱不动了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它的构造和配料表，看着也不太难，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满这一罐，在家实现费列罗自由。不过通往自由的路上总是充满了崎岖，这第一步拔针呢就给我们难住了。我们试了很多办法，用车压、用砖头砸都没什么效率，后来给我们逼的都快用牙刻了，折腾了10来个小时才把这30多斤针子都拔完。这个过程实在太让人绝望，夯夯干了一宿啊！等天亮我一抬头发现我弟那俩腮帮子都不一边大了。然后有了这些真的人，就可以把老演员请出来做真的巧克力酱了。我一直觉着费列罗有点太甜了，所以就想多磨点真的酱放里，结果一磨就是7个小时，那个石磨的磨盘都磨包浆了。接下来就要做非常变态的第3层，它需要4个步骤才能做出这1个小半球，但我们需要1000来个球。然后买不着大小合适的圆形模具，我们找了一圈把家里水管嘎了。等干完这一道流水线之后，我们真是有点心突突了。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，我现在罐能不能装满就随缘吧。真的，我从未如此渴望我活着。然后吃完饭之后，就把现在有的3层都组到一起了。最外面那层除了要用到榛子碎，还会用到巧克力和椰子油，恰好这2样罪我都遭过。这一把干苦的巧克力，还有这一碗点椰子油，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。果然互联网是有记忆的。完了裹最外层的时候，我去偷点懒，就买了好多药丸盒当模具，但是脱模之后发现给巧克力做成大力丸了。后来到底还一个一个手动干，再拿到外面冷藏一下，这自制费列罗就算完成了。掰开一个看了看，这个流心状态还是挺好的。然后对比了一下，在外观来讲，我们做的和原版还是有区别的，当然口味和口感是非常相近的，甚至我认为自己在家做的还会更香一点，成本也省了好多。自己在家做合到最后是1.2块一个，但前提是得能熬5天大夜。不过唯一的不同是吃我们自己做这个巧克力需要有一个门槛，就是得会漱刺儿，因为吃的时候总能听着嘎嘣一声。后来发现吐出来了少许榛子壳。微霞5毛出。我前2天买了几个可可果，寻思要到520了，在家做点巧克力。这可可豆发酵可太费事了，不能冷着，不能热着，完了时常还得给它通通风。我一天得给它换2次热水袋和热贴。我心说这哪是发酵可可豆啊，这不他妈伺候月子呢吗？这点东西一共发酵了18天，完一打开那味儿，差点没给我爷俩送走了。我当时都想给这点玩意儿扔了，但转念一想，毕竟干了18天了。咱说心里话，就我们这强度，驴的一生能有几个18天的？给这碗豆烘干、炒香、扒皮，整完都半夜了。不过石磨一拿出来，我们又开始兴奋了。我寻思这点豆磨半小时肯定完事儿了，但是人生无常啊，石磨太凉了，那磨一磨就堵死了。完加热还怕它炸了，好在我留了个后手，我还买了个石臼，但我纯是脑瓜让驴踢了。我买这玩意儿太大了，8斤的棒水拎都拎不动。完了，我们用现有设备组了一道流水线，但就这速度磨呀，别说520了，7夕能吃上都算是烧了高翔了。后来我们开了个闭门会，史称513会议。在会上我们认定井里走的河里走不了，就赶紧给那石磨加热了。你说我也纳闷，怎么在家做个巧克力还跟生死挂钩了呢？不过石磨加热之后再磨就很顺滑了，但怕磨凉，屋里一直保持35度以上。后来那点可可豆一共就磨出来这一碗巧克力浆，这还说天亮之前能完事呢。等磨完了，楼下做核酸都来了。这个巧克力脱模了还是挺漂亮的，但吃之前我算了算账，买可可果花了320，相当于100块钱一板巧克力。我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么贵的巧克力呀，而且是用了20天0一夜，冒着被炸的风险做出来的纯手工巧克力呀。然后我们就怕它苦啊，熬的时候还加了一管炼乳。后来尝了一口，我气啊呀，那叫一个干难吃啊！我们甚至吃的时候还蘸了点炼乳，那都不行啊，那嚼一口就跟吃了一嘴中药渣子似的呀。就这么说吧，我后来喝了一瓶黄振龙，都喝出可乐味来了。